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老和。当今天中美贸易战还在谈关税，还在杀的时候，大家都在想，习近平你下一招会出什么？但今天《华尔街日报》他爆出一个大料，他说现在习近平竟然是去挖矿，而且他挖的这个深度，他说要堪比珠穆朗玛峰高度的油井，而且地点出乎大家的意外，竟然是在死亡之海。你可以看到这一张图，这张图是他们现在整个开挖的这个工厂，甚至它的标语直接写得非常的明白：进军深地，挺民族脊梁，挑战禁区，助大国重器，只要拿到这边的资源，等于是它可以断开美国对它能源的限制，甚至能够断开俄罗斯对它的控制。好，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运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吕国珍。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知道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今天习近平为什么要在死亡之海塔里木盆地？大家都说什么死亡之门、地狱之门，你往下钻，吓死人了。对，习近平讲一句话，他说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的手里，就要讲非常白了。他现在面对的是美国能源的攻势，没错，甚至呢，未来还看到新的宝藏了。简单来说，习近平对能源有相当大的恐惧。为什么他今天要打开死亡之海，要进入所谓地狱之门？因为很简单，目前为止，中国一天的这个石油的进口量，它需要大概1100万吨。1100万吨里面来说的话，它70%是要从国外进口。对，从哪里进口？从俄罗斯进口，从中东进口。赵尔，你试想，如果有一天美国把俄罗斯把中东封住了之后，你知道吗？假设中国都没办法进口石油的时候，它 GDP 1年之内会突然之间下滑20%。这对中国一年直接掉20%，直接20%，对中国来讲压力多大？所以习近平一直非常的紧张嘛，对不对？你看他跟美国一直在所谓的珍珠链争夺所谓中东，一直在控制俄罗斯，目的就是要保住他这两个油源。问题是，你说俄罗斯跟伊朗跟中东会不会有一天背弃习近平啊？当然也是有可能啊，对啊，所以你讲习近平为什么要打开地狱之海？为什么要进去地狱之门？因为很简单，目前为止来说，中国要自己挖，所以他现在呢找来找去，赵和你知道，中国有考察队，他们考察之后呢，发现到说，中国现在可能最多石油的地方会落在塔里木盆地。为什么落在塔里木盆地？你仔细看这个图，塔里木盆地在这边，它的旁边你看。伊朗这边有非常多油，对，然后俄罗斯这边有非常多油，所以他们认为说，如果按照这样来判断的话，这边死亡之海也会有非常多油。只是赵尔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嘛？他的问题在于说，死亡之海天气恶劣，而且它就藏在非常深的地底下，他们要能够往下挖才能有办法。都已经叫死亡之海，打开地狱之门，就表示说你今天要探勘，你光是在那边待着，对，包括它的压力，包括它的气温，就让人受不了了。那个地方是人烟罕至，人根本没办法去。所以你看，他们在这个钻油井打下去之后，你看他们的标题就告诉你这件事是多难。你看，进军深地，挺民族脊梁，对不对？挑战禁区哦，对，助大国重器，对不对？然后当好深地科技种子队，争做能源保供顶梁柱，你就知道这个对中国来讲到底有多重要。习近平到底把这个看得有多重要，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绝对是中国未来一个非常重要要专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变成是《华尔街日报》为什么会报道，《华尔街日报》就直接报道，但因为他挖的这个深度来说话，跟这个珠穆朗玛峰就是跟圣母峰差不多一样高的这个高度，太高了，太深了吧？所以就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非常难的工程。但是中国呢，不惜一切，反正我就砸钱下去，一定要达成这项任务。好，我们刚刚为什么说叫做挺梁柱？因为你仔细把这张地图开来，对，我们过去地理课、过去一些稍微的书籍、稍微的报道都已经知道，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讲地狱之门，甚至什么生命禁区，对。这个工程不好弄的。对，没错。我们事实上塔里木盆地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过去有念过这个地理的话，它把北边北疆还有一个盆地，那这是南疆的这个部分，下面就是青康藏高原。那这个地方来说啊，因为它大部分呢都是所谓沙漠。我们以前应该有念过，在塔里木盆地里面有一个最大的沙漠叫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个大家应该念过这样。好，但是问题是它在它周边来说话有非常多的这个油气在这个地方，所以但是因为主要原因是它是隐蔽性的这个油气藏在这个地下，所以很难开采。那过去呢，因为中国没办法开采这个部分，所以过去呢，中国只是都去那边探勘，去那边研究。可是照你看，他们光是去那边探勘研究，过去就有非常多科考官都死在这个地方，甚至他们
们这个地方还有罗布泊嘛？罗布泊就中国在这个地方曾经试爆过非常多次的核爆，就在这个地方，都在这里。对，所以你知道这边一定是人很少，他才会这个地方做核爆。好，那我们就讲这个地方到底有多么困难，你知道吗？第一个。它的这个夏季最高温可以高达40度以上，对，最低温来说可以低到零下20度，就是温差相当大。好，那年降雨量非常少，这个20毫米左右，年蒸发量是3000毫米，就是它蒸发的力道非常强。那你知道吗？事实上但是它日照时数呢大于3200个小时，就是它很热。那你知道夏天很热，冬天很冷，那有时候呢会下大雪，而且会有沙尘暴，一大堆很恶劣的天气。所以过去一段时间，你看都会就很多人不见了之后就死在这个地方。所以而且这个地方因为沙尘暴很大。你去那边来说话，照人家走在路上，你都会觉得呼吸困难呐。对，所以的话，这个就变成是你要在光是那边生存都非常困难。我光在那边可能4、5分钟，对我可能就不太行了。对，太可怕了。对，但是他们要这边建立一个科考队，要在那边挖一个所谓深井，你就说这个是多么难的。你看，这就是他们这个钻井的这个平台。所以你看，那往下钻的时候，你看他们要钻到多少？他们要钻到约莫是10910公尺左右，就是约莫是大概10公里，往下钻10公里。10公里。那目前人类最高就是俄罗斯能够钻到12公里，所以他现在已经逐渐在挑战人类的这个极限的这个公里数。那你知道，事实上我们知道地球的半径是大概约莫是6370亿，我们人类现在只能够钻到12，所以等于是非常浅。但是这个难度已经相当大。那中国要继续往下挖才会挖到所谓的他们的这个油气。好，那他们做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在这个超深的这个层里面寻找油气，好比站在珠穆朗玛峰的顶峰，要看清楚雅鲁藏布江上面的游船，你就知道这个高度到底是有多高的一个状况。好，那么讲，那这到底多难呢？我们先给大家讲，第一个，你看这是他们中国官方介绍的，他说一口井呢。就要有这个约莫是这个非常多的这个砖头，而且这个砖头，我跟你讲，这都是坏掉的这个砖头，他们有各式各样，有大的、小的，还有什么有硬的啦，有软的这个材质。因为你看，我们人类现在知道往下钻的时候，你会有各式各样的地层嘛，对，地层，而且地层来说组成都不一样。像我们现在台湾呢，我们在挖这个挖几十公尺的这个做那个地下室的时候，都会挖到不同岩层，有的硬，有的软。对，台湾大部分当然是页岩，往下打到花岗岩。那我就讲，那你往下打的时候，你一开始页岩很容易打，这个砖头比较容易，但是打到这个硬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所谓的它的整个机具拿上之后，换新的砖头，换上比较硬的砖头，再往下打。那问题是有时候会碰到可能人类都很少碰过的这个地层岩，所以它等于是要拿来换来换去，然后有时候换到比较硬的时候，突然之间进入比较软的岩层，这个所谓它的砖头就会坏掉。所以为什么砖头会坏这么多？主要原因在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它岩层会有不一样的这个状况。第二个是什么呢？我跟他讲，我们都说这个砖看起来哪有什么难，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往地下去的时候呢，压力会越来越大。对，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潜水里面，潜水服兵，就是人类压力太大嘛。那这个也是一样，你往地底下去的时候，压力会非常大。他就说呢，而且里面的温度会非常高，你只要越往下的时候，温度会越来越高。赵友，你知道吗？事实上，他说这个地底下的这个井下最高温达到多少？220度220度太高，这个怎么活得下来？对啊，220度来说，等于是这个水就直接蒸发掉。对，然后它压力是多少？压力是大概145兆帕。145兆帕是什么意思？他用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的指甲这样这个面积，我们指甲的这个指甲的部分哈，然后在上面压了1.4吨左右的重量，一个指甲上面压了1.4吨，所以那我们手一定完全崩坏嘛。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压力是多大。那当然也对这种所谓钻井工具，它本身会有压力啊，它本身那个重力压下去的话，它也会遭受到非常大的难度，所以这都是它难以钻的一个重点。好，赵尔，那你知道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吗？你想说，赵尔，我们人类有那么长的管线，可以一口气10公里这样下去吗？对，所以它不是这样，它是怎样？它这个管线是大概有假设是几百公尺，对，然后它会再用一个这个旁边的东西把它衔接起来，然后再把它衔接起来，用这样的方式一个衔接，一个接一个，然后它这边都会有齿轮有齿轮这样来带动，然后它的方法就是这样。他就说，有时候你看，他就说，因为他都有非常多的这个轴距在这个地方。他说，有时候呢，因为吨位超重，然后超大扭矩的这个转杆在地表转10圈哦，我在地表上面转10圈哦，地下的砖头可能转不了1圈。
因为它就不断的传导，传导下去只有一圈，对，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钻入，所以他说这个难度是相当大，而且，照我跟你讲，你10公里左右的棍子，它有没有弄下去？你觉得这个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没有力量了，没有力量了。它到最后就是没有力量，所以你知道这个难度就难在这边。所以为什么现在来讲的话，只有俄罗斯能够攻克到这个12公里，这个中国目前为止还只能够到约莫是10公里左右。不过这已经是中国目前为止最狂的进度了。好，那我讲。事实上，这一次他们已经初步有挖到部分的这个油井矿，那这个部分来说，他们开始生产的这个天然气啦，还有石油，而且这一次他们有意外的惊喜，对，没错，你看他说什么？沙海巡铀，那我国发现到全球最深的这个砂岩型的工业铀矿化。好，那什么东西呢？铀，我们知道铀来说的话，就是譬如说中国有非常多的这个核电厂嘛，它需要用铀。然后譬如说像很多这个稀土元素里面也需要用到铀。好，那它过去铀都跟谁进？2个国家。一个是哈萨克，一个是俄罗斯。对，那中国本身的铀矿非常少，就没想到他们发现铀矿。所以他们为什么大秘宝欣喜若狂？未来我可以摆脱掉俄罗斯，我可以摆脱掉这个哈萨克2个国家对我的这个钳制嘛？你看，他们就说，2025年的7月18号，然后中国专家团队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地下1820公尺。发现全球最深的砂岩型工业铀矿化，然后刷新了世界砂岩型工业铀矿化发现的最深纪录。所以就说这个对中国来讲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好，我们刚刚特别看到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在死亡之海这个地方挖？环境明明就很恶劣，你的岩层明明就这么乱，对，你要花费这么多的钱，因为现在习近平他知道一件事情。能源已经被掐得死。对，如果我今天没有再去找新的能源的话，我在国际上面我真的不用玩了。没错，你看《华尔街日报》就讲得非常清楚嘛，中国如何遏制石油的依赖，钝化美国制衡利器。为什么？因为美国就是用能源来控制你，美国就控制了你的能源线。我控制了中东，我控制了这个所谓马六甲海峡这边，我控制你的海上石油线，那我控制俄罗斯，你中国不是完蛋？所以中国也知道，你看2战的时候，德国为什么会输？日本为什么输？打到最后他们都是没有能源嘛，所以为什么他一定要把能源靠在手上？你看，即使我跟大家讲哦，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非常清楚，你知道他们钻这个油井钻下去的时候，他们的成本是一般油的3倍，但他们照样干啊，反正3倍我照样干。他们重点不是在于价钱，重点是我要有这些油，有一天真的要打仗的时候，我要完全用得上。好，那我跟你讲，事实上这个习近平这一招是学谁？学毛泽东。你看为什么？因为原本的中国一开始的时候，它也是缺油。他就跟国外进口，后来毛泽东就说不行，我们要自己挖油。他后来就去大庆，到大庆这个中国的大庆那个地方，对，所以在东北，所以他们中国有一个叫做大庆精神。大庆精神就是说什么面对挑战、艰苦奋斗的这个含义。所以你看，习近平2018年就开始说，我们要开始下令国有企业要恢复所谓国内的这个生产石油，要保障国家的安全。所以现在他们就开始钻，所以他们开始钻在哪里钻？你看他们就开始你看3大油田公司开始投资了100亿美金，每年都100亿、200亿、100亿、200亿，他们在哪里钻？你知道他第一个在渤海。所以为什么他会跟这个南海关系也不太好？因为渤海的油田，实际上有些也牵扯到所谓的南海的部分。再来就是南海嘛，因为我要钻油在南海嘛，所以你看这2个地方就会，然后东海是因为有钓鱼台嘛，钓鱼台跟中国跟日本之间，所以呢这就是一些为什么他会跟周边国家会起冲突。其实说穿了也是为了油气啊。对。那好，那现在这边外海我当然可能比较难挖，那我就往哪里去？往塔里木。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是绝对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它能源的供给线，它能源一定要牢牢的掌握在手里。所以你知道他们花了这么大的精神。习近平的下令就是无论如何，反正使命必达，一定要这个使命令一定要完成中国能源自主。可是问题是现在才刚开始，恐怕他们还要投资非常多这个深井挖掘，才能够挖到更多石油。国正，这样我们一路看下来，为什么中国一定是非挖不可？你甚至看到它的海报上面直接讲掘地1万米，中国深度在死亡之海创下新的纪录。今天这挖不单单只是为了能源，这一个挖它是包括了美国跟俄国。他今天要完全摆脱他的控制，对，习近平的饭碗被川普牢牢的掐住了。如果习近平不挖的话，他的饭碗要被砸了。所以为了把自己能源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就必须要挖掘地到1万尺，把这个石油挖出来。因为川普已经宣布要怎样，要禁止
中国去买俄罗斯石油，不管你如果继续买的话，我就课100%的关税，100%，偏谁承受得起啊？偏偏中国的石油就是从俄罗斯进口，超过20%，而且中国有70%的石油都靠进口。如果中国没有俄罗斯的石油，这下中国廉价制造完全就会被打回原形。所以《华尔街日报》是说什么？他跑到死亡之海去掘地1万米去挖这个打开地狱之门，就是因为要遏制川普对抗他的武器，就是要对抗川普，因为川普已经知道他的死穴在哪里，所以贝森特讲得很清楚，他知道什么。习近平的秘密，中国制造为什么这么便宜？是从俄国跟伊朗买石油。你知道俄国跟伊朗的石油是怎样吗？俄国卖给中国的石油是打7折，甚至有时候打4折，有时候打到骨折。那伊朗更可怜，伊朗的石油卖给中国是用人民币计价，全世界都收美金，只有他在收人民币。所以贝森特就很清楚了，我接下来为谁不想让俄乌战争停止？中国，因为中国一旦让俄乌战争停止的话，中国就没有便宜的石油可以用了，所以贝森特讲很清楚，我现在如果你继续买，我就课你100%的关税。这张图就看得很清楚，你看中国，你这是打仗之前，打仗之后，中国买俄罗斯石油大量增加。你说这一张图，这是2021年，中国明明就占这么少而已，对。但到2024年的时候，大幅增加，快要到150了。对，大幅增加。然后我们还没有算伊朗的哦，伊朗也是大幅增加。所以中国习近平现在很怕，因为贝森特跟川普看到秘密武器，那他不得已就做什么事情？开始掘地1万米去挖，在新疆塔里木盆地这个深井，这个井非常的困难，因为你不是只有挖几千公尺，一般我们挖石油大概是几百公尺到几千公尺，所以它挖到5000公尺的时候只要22天，那挖到5000到1万的话要花200天。如果从1万挖到11000米，它现在挖到将近11000米，要花300天，那难度你知道为什么难度这么高吗？因为下去的话，地层会越来越硬，所以它的钻头必须要特殊材质，而且它温度高达210度，食用油都会蒸发，而且它里面的压力是比马里亚海沟还要大，所以压力非常大的状况之下，钻头要特殊材料，偏偏有时候地层也不是都是硬的，有时候还是软糖一样的地层，所以又要把它拉起来。换新的钻头，换新的钻头，你知道钻头有多重吗？相当于100头大象这么重啊！所以你遇到软的，你还要把它拉起来，重新再换一个软的下去；遇到硬的，你要把硬的放下去。所以如果要挖1000米，最后的1000米要花300天，一支深油井深井要花到1年的时间以上，要花1亿美金，所以成本非常的高。所以中国石油，《华尔街日报》把它出来。中国石油它的资本支出去年花了380亿美金，等于一整个中国石油花了380亿美金都在探勘石油，等于埃克森美孚跟雪佛龙这2家公司加起来380亿美金，大概跟我们台积电1年资本支出差不多。你1年要花这么多的钱，就是为了把饭碗端在手里，不惜去打开地狱之门，去挖地狱深洞。花的钱真的非常多，但是1年只增加了18%，才430万桶，其实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第一个，它的开挖的难度非常高；第二个，它花的时间非常高；第三个，它损坏非常高；第四个什么？钱花的这么多。现在习近平不顾一切，拼命的花，拼命的挖。都是为了其他的战略考量，对，就是想要把饭碗放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不止这个地方有挖出超过1万米的深孔，现在在南海也有挖出8000多米的深海的石油，它挖得都非常的深。然后接着四川也要挖1000多公尺的。其实中国真的是花大钱，但是其实他想太多了，因为接下来美国不会这么笨，美国开始做起了包围网。包围网是什么？我现在不只要禁止你买便宜的俄罗斯石油、伊朗石油，我还要把乙烷跟天然气卖给台湾、日本、韩国这些国家，让你来对抗所谓的中国廉价制造。所以你看到6月有一个新闻就很有趣，台塑化说为了降低成本，规划要买乙烷作为原料，而且建乙烷、乙烯相关的生产线，因为那是特殊的产品，然后还要建乙烯冷冻船，因为这不是说石油买来黄豆、玉米、大麦买来就可以用，它必须要做特殊的除草，改特殊的产线，调整产线。
所以要整整花1年，要明年2027年年底才要完成。那为什么？它就是要拥抱美国天然气来成为抗中的成气。因为你知道吗？用乙烷来炼制乙烯，1吨成本大概是350块美金。那如果现在亚洲用石油做的话，1吨要780块美金。所以为什么中国廉价制造可以把台塑打得稀里哗啦？就是因为他买俄罗斯石油打到骨折，7折4折打到骨折，所以你怎么做都做不赢他。那现在美国 AIT 到处他的官员，相关官员都到处跑去跟台塑、中油这些业者说，你们以后就要开始买乙烷跟乙烯。所以现在台湾要准备反攻了。对，你今天尽管花再多的钱去挖石油，我们现在要打回去了。所以台塑石化董事长曹明就讲得很清楚，如果未来麦寮能够进口乙烷、美国乙烷、美国天购乙烷的话，我的成本就能够降低，那我其他台塑其他的企业也可以受惠。所以整个包围网就真的全部都展开了，包括日本、韩国跟台湾都要大量进口乙烷。那到时候美国就可以怎样？禁止中国去买美国便宜的乙烷，那台湾、日本、韩国就可以用这些便宜的乙烷来对抗中国。那同时封锁中国取得便宜的材料，所以难怪习近平要这么急，不惜跑到死亡之海去打开地狱之门，也要去抢一点点的石油。回正，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现在中国什么？我怕我的能源会被掌握到，所以我今天在死亡之海，马上把我的能源开采下来。但中国忘了一件事情哦，在国际上面基本上没有朋友。这个是欧盟的冯德莱恩特别到了中国来做客，想说啊，你应该会给东道主一些面子等等。结果他竟然讲说，哎呦，我们现在欧盟跟你的这个中国转折点，他说关系到了一个转折点。什么叫转折点？我不要跟你好了啊，应该是说其实呢，之前欧盟跟中国的关系其实维持还不错。那现在有趣来了，现在冯德莱恩一直跟他讲，我们欧盟向来跟你们中国也买了不少东西，但是你们中国开放程度不够啊，要不然就是透过你们自己相关的补贴，要不然呢就是那么设一大堆的拐子，所以让我们呢没有办法真的长驱直入到你的中国市场。所以话讲得很直白，意思就是什么？你如何来开放你市场，以及你如何来应对普丁的后面那个相关的这个战争的发展，其实攸关中欧关系哦。所以这样看起来，习近平他真的非常糗。中美贸易战，甚至美国对全球科关税的时候，他以为欧盟会站在他这个地方，结果绕了一大圈。欧盟他现在也跟你要切割了，谁应该是说欧盟没有春暖花开啦？本来以为就是说，你现在欧盟跟美国好像没有很好，是不是？你中国可以趁机给人家招手？对。但是现在看起来应该也是没有。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习近平自己面临到的压力很大，内外交距。在内的部分是什么呢？竟然他们竟然召开了一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这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是近10年来第一次召开哦。那习近平在这个会议上，其实话就讲得很白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所有在讲这个所谓的省份啊、哪边啊、经济的发展，就是那几样，要不然就是人工智能，要不然就算力，要不然就是新能源车。我整个中国全部就发展这3样吗？他讲到说，那这样不是变成全国的各省都往这几个产业去，那就变成彼此往内互打。对，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你呢，其实搞来搞去，到最后就变成自己杀自己，不断的内卷。所以呢，他这个话其实，而且他点得蛮白的哦。像哪一些领域，我们其实这几天有在讨论嘛，就电动车领域啊，然后那个0公里的2手车啊，这都是习近平他们从上个月开始慢慢整肃的焦点。那这代表什么？就是中国经济自己内部经济真的问题很大。对，你知道现在连甘肃省这种比较荒郊野外，或者是说一些观光景点的地方平常呢事实上就是希望有人来嘛，就没有想到，你知道你现在看到这个观光景点它这个叫金塔寺，它本来已经有一个入场费了，没想到它竟然在208县道跟334乡道上又设了一个特别，你看有几个人，你看穿绿衣服的人，他这边设了一个关卡，什么意思呢？欲要打此过，留下买路财，每人300银两，300块。300块也太贵了，这过路费要300块。我跟你讲它真的是纯粹过路费，就是300块。你如果要进观光区，你还要在门票，不是觉得你也太夸张了吧？我要去你这边玩一下，你要欢迎我啊，你还设了这个买路财，这是什么鬼呢？这让人觉得你真的也是太多敛财术了。还有一个地方什么江西姚李村他这个人是怎么样呢？他也是设一个路口，就说哎呀路村，我跟你讲，
我本来只是要去观光景点，套票已经110元，但是呢，你要进入这个村子，你才能去那个观光景点。你进这个村子，你就要30元。那你这样一搞，还有人要来这个观光区玩吗？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村民有良心啊！村民说，你怎么可以把外地的人来当共犯啊？一样这样子，好像就像那个敲竿杠一样，就是要勒索他一样，不行。所以呢，他们就说，我告诉你，他们这样有一个攻略，什么攻略呢？我跟你讲，不用入村费的攻略。所以村民教你怎么样走，不会被收钱，是当地村民都看不下去的。是因为那个村民说一句实在话，村民讲说，你如果那个来这边消费，那你来我这个村子里面，你可以来这边吃饭啊，你可以在那边买那些伴手礼啊，对我村民来讲才是实质的那个对我村民有利啊。你给人家什么入村费，那个其实是过路费。所以中国现在怎么样？过路费绝对不能够砍，还有一个什么？罚款绝对不能够砍，能够从人民身上榨多少，我是多少。什么不能砍，还要增加巧力，还要增加罚款，还要人家把巧立名目，用尽各种方式。你知道吗？光是2024年哦，中国全国哦，他们的这一些规费啊、行政费啊相关，竟然年增25%哎，然后收入来到了4.47兆元哎，吓死人呐！怎么可能罚款罚到这么多？因为很重要，这是他们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哦。比如说像什么江苏省的居民，他就说，哎，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小吃嘛？我们都知道之前小吃很多那个他们有很多的地方的警察都会来在那边城管啊，都会来那边开罚单啊。后来因为那个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就把他的从所谓的名义上放宽啊，就是不罚哦。你看到这个其实没有什么违规的就不罚，让人家就说百姓也要好过日子嘛，把他从所谓的文明城市的评比项目里面剔除掉。结果赵恒，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发生什么事？名目上说不罚，但是只要我看到你，不好意思哦，20块拿来。先收20块，哎，就然后说为什么不是不罚吗？为什么？那你要不要给嘛？你不给，好，那我就抓你了。哎，我就站在这边。那所以啊，大家心里想说，好，我给，哎，这个给一天之后，第二天也来，第3天也来，所以他们就心里想说，这根本就是变相的来那个缴保护费嘛。另外还包括什么长沙的民众，我觉得那也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哦。他是开设了一个成衣厂哦，就开设成衣厂，就有一个相关的，比如说逃生梯啊什么的。对，他们竟然被消防单位要求什么？我跟你讲，这个逃生梯你要给我重新安装哦，你要有一个安装的逃生梯。他心想说啊，不是啊，这个有楼梯，那能逃就好，干嘛要重新安装？他说你不要是吧？好，那如果你不要的话呢，那我就用一个所谓的商品涉权侵权，我就巧立名目弄了一个另外其他的东西来罚你，然后罚来罚去之后要多罚50多万。今天如果听你的话，我今天不用被罚将近台币203万。对，他们根本就是勒索敲诈，你要买我指定的逃生梯耶。最荒谬的一件事情，你连卖一只羊啊，哎，老天啊，人家卖一只羊才赚180块人民币，结果也要被卡10块钱，真的是卡羊啊，卡羊油啊！就想说你又扒了一层皮，没有，不好意思哦，你卖一只羊也要扒10块钱这一层皮。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